蒙面财经，朋友们好。观众朋友里面有留言啊，说我这个录音设备声音比较小啊，那我做了一些改进啊，大家这次听一听。那之前呢，我这个是字幕比较小啊，也有朋友在留言里面也给我指出。那我这里呢一并表示感谢啊，谢谢大家给我指出这些问题。那好，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美元剪羊毛的问题啊，其实是美元的一个历史性、周期性的一个波动问题。那同时呢，也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这种周期的起伏。那我们今天呢，就看一下这个专题下面的另外两个部分啊，就是一个就是美元放水反而升值的原因，还有就是人民币强势的一个根本原因。那现在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上期节目。上期节目里面呢，讲到美元指数的3次下降周期和2次上升周期啊，3次的美元下降周期呢，分别对应着7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经济繁荣，90年代这个亚洲四小龙啊、四小虎的繁荣啊，还有就是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 WTO。然后建立了世界工厂的超级繁荣。那这3次美元指数的下降周期呢，所对应的3次繁荣周期啊，可以说是繁荣呢一次比一次大，美元指数的下跌呢也一次比一次深。那美元指数的2次上升周期呢，分别的对应的是8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这种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啊。那其中美元指数的上涨呢，一次是涨到了这个160啊，还有一次是涨到了120。那这就是上一期给大家讲到的美元的3次下降周期和2次上升周期。那在这3次下降周期和2次上升周期中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美元指数的那条曲线的起始点在哪里？对了，这个起始点呢就在这个1972年。所以要了解美元放水啊，为什么美元放水而升值的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了解这个美元的一个历史。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一个历史。那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它有着强大的这种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更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可以说在高峰时期呢，它持有的黄金储备达到了246亿美元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在当时呢，占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3.4%，这个是二战以后的最高的一个数字和比例。那美国凭借巨额的这种黄金储备和独步天下的经济军事实力那在二战以后呢，建立了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我相信大家也听过。那这个体系呢，就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同时也确立了这个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这个兑换承诺。那美金的称谓呢，其实也就是由此而来美金美元跟黄金挂钩。那可惜后面好景不长美金的这种独霸天下的地位呢，它受到了2个因素的侵蚀。那一个呢，就是二战后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这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消耗了大量的这个黄金储备。那为战争呢开支，它也不断的去发行国债某种程度上也透支了美元的信用。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战以后美国实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相信大家一定历史课本上学过或者听说过。那它向欧洲各国呢提供了资本促使欧洲各国的生产力呢能够迅速的恢复。那欧洲各国的生产力恢复以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呢就源源不断的销售到美国。那美国呢从二战的这个贸易顺差国呢，逐渐它就转变成贸易的逆差国美元的源源不断的其实等于输出给了欧洲各国，美元流向了欧洲各国。那到了这个1970年代初呢，各国就开始意识到美元和黄金的这种兑换比例呢，可能已经名不符实尤其是法国法国在戴高乐总统的带领下呢把大量持有的美元去兑换成了黄金。那英国这个其他国家德国看到法国这个情况以后，就紧随其后这直接就形成了对美国持有黄金的一种挤兑。那美国呢到最后再也无力按照35美金对1盎司黄金的比例去兑付给各国黄金。那可以说，就算是美国把全世界当时这个黄金都搜刮来，它也不够给这个欧洲各国去做兑换。那最后呢，美国就只有一条路也就是违约。那美国政府呢不得不放弃了这个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这个汇率承诺实行了美元兑黄金的浮动汇率制。那一夜之间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美元就剧烈贬值。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就是1971年12月份10国签署的史密斯协定。那美元对黄金呢贬值，美联储呢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其实呢也就是美元与黄金的这个挂钩呢名存实亡，也就正式脱钩了。那美元指数与美国这个 GDP 比例的有一张图，就上一期节目讲的那张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图的其实起始点啊，就是从1972年开始，这个美元指数的起始点就是从1972年开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1972年以前呢，大体上美元指数呢是这个大体上美元呢是维持着35美元对1盎司黄金的这个比率。那在1972年以后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和黄金脱钩由此一发就是不可收拾。整个70年代，美元对黄金呢一路从35美元涨到700美元1盎司黄金。那可以说整个黄金的价格呢，就是从35美元1盎司涨到700美元1盎司整整翻了20倍吧。那之后呢，又进入一个下降和调整周期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从1980年以后进入一个下降和调整周期一直到2000年整整盘桓了20年。那从2000年以后呢，才开始重拾升势。那从2000年的这个250美元1盎司一路又上涨到了2012年前后的1900美元1盎司的高位目前呢，现在黄金的价格是在1750美金左右那1900是当时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高位。那从2000年以后到2011年这一波涨了几倍呢？这一波一共涨了7.5倍。好，这个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整个这个黄金价格的这个一个变化一个走势。那美元打破了35美元对1盎司黄金的承诺以后呢，按理说美元的信用呢应该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但是大家要明白，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其实其他主要的经济体比如英国这个法国包括德国、西德，它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实力单独和黄金挂钩承接美元作为这种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这种地位。那大家在美元面前呢，终究呢还是矮了一大截不管是英国，不管是德意志帝国不管是法兰西不管是这个其他的欧洲的国家，那呢都不具备这种实力和这个黄金重新挂钩。所以从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后呢，其他货币依然呢只能跟美元挂钩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美元信用资质变差以后它单独的去跟黄金去挂钩英国早已不具备那个实力了。那各国货币其实等于没得选，它等于还是跟美元在一起。那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过了2年以后呢有一件事情又强化了美元的这种全球支付结算货币的地位在1973年呢，美国和沙特联合起来重新制定了这个欧佩克的这个石油交易规则，将全世界的所有的石油交易必须使用美元结算作为硬性的规定。那自此开创了这个石油美元替代这个黄金美元的新时代。因为石油是比较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属于硬通货，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所以变相呢等于又增强了美元的这个全球流通的这种地位所以整个美元的这个历史介绍完了，本质呢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元这个历史也不算是特别的这个详细和细节但是本质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呢，美元的信用虽然遭受了这个质疑和破坏但是各国呢它没有别的选择它没有办法去动摇美元的支付结算的这种功能，还有它储备货币的这种地位可以说就是没有任何国家它可以承接起这个美元的地位，行使这种全球贸易通用货币的功能。那其实今天呢，站在今天我们再去看回顾这个历史呢，站在今天看这个美联储这个放水的动作就是让美元上涨，其实跟这个当时美元跟黄金的脱钩呢其实有异曲同工的一个道理。它其实不是各国不想选择跟美元脱钩或者是它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实力大家的经济底子呢其实都半斤八两经济的这个状况都不是太好，然后而且都在进行这个货币的宽松欧洲央行在宽松英国央行在宽松，日本央行、中国央行同样也在宽松。那1972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呢，是可以说是100年来美元信用受损最严重的一次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各国货币呢都无法和美元脱钩你就不要说后面的几次这种经济危机了不管是拉丁美洲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那美元非但没有下跌，反而还上涨。其实这个就是铸造了这个美元的一个避险货币的一个属性。那这个根本原因呢，是由美元作为全球支付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决定的所以也就是说，只要当今的这个信用货币的这个体系不崩溃，那美元的地位呢就很难受到威胁美元的天然呢就具有这种避险的属性。好，这是美元就是这个上涨的第一个原因就即使印钞因为大家都在印钞，那因为美元的全球结算和这个储备货币地位，所以导致大家还是会去追逐美元去避险
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啊，是矮子里拔将军的一种选择啊，同时也是为了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一种选择。那这是美元上涨的第一个原因啊。美元上涨的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元计价的这种债券的这种还债压力啊，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激增啊。这个呢，也是前一阵的市场一直担忧的，或者市场一直表现的，就是美元的这种流动性紧张，全球市场呢都紧缺美元。那在经济困难时期呢，美元计价的债务呢需要美元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啊，经济的萧条，现金流的萎缩，美元呢变得更加难以获得。所以为了还债呢，就更加加剧了各个债务主体对美元需求的这种上升。那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啊，爆出了这个阿根廷主权国家债务违约啊，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包括最近也有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像易达中国的这种美元债的违约啊。我相信呢，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国家和企业，它面临这种美元债务违约的问题啊，这是促使美元上涨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美元的上涨，它其实不是主动的上涨，它更多的是其他货币的这种下跌而倒逼的这种上涨啊，倒逼美元指数的上涨。那我上期节目里面讲过，美元指数呢，它是由一揽子货币构成的啊，一揽子货币里面包括了最主要的成分欧元啊，包括英镑、日元、加拿大元啊、瑞士法郎这些。当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经济风险增大的时候呢，它货币贬值的压力也就大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欧元的近1年多的这个走势一路都是下跌啊，英镑的贬值也很剧烈啊，包括加拿大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倒逼的美元指数呢上涨啊。可以说美元指数的上涨呢，它本身呢不一定是美元本身的强势，而是由其他国家啊，尤其是这种货币质量比较弱的一些国家。我当时这个在上期节目里面把货币分为了3个圈层啊，大家可以看到越弱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非常弱势，那倒逼着这个美元的这个被动上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是 JP 摩根新兴市场货币的一个指数啊，它里面有新兴市场里面国家一揽子的货币构成。那可以看到，从18年呢到现在，它是一路降低啊。大家打开这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这个汇率走势图啊，你比如看像墨西哥比索啊、巴西雷亚尔啊、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啊，这些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是大幅贬值啊，贬值的趋势和幅度非常非常夸张。那我这里边列出来几个其他大家可以再找找看啊。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美元指数的上涨或者说美元的上涨有3个因素。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各种资本为了避险而寻求这种安全性和稳定性。那第二呢，就是美元计价的债券的这种还债压力。那第三呢，就是其他货币的这种被动贬值它倒逼着美元的上涨。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的贬值里面大部分的货币呢都贬了10几20%，从年初到现在。但是有一个呢很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人民币。那人民币从年初到现在呢非常坚挺一直在这个7.0到这个7.07之间贬值幅度也就在1%左右非常小的贬值幅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势甚至比欧元和英镑都强势在这段时间里。那人民币这个货币呢，其实它有相当的这种特殊性它的强势的背后呢也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这个原因的。我看了一下，我这个讲了差不多有10几分钟这个如果人民币强势，我再接着讲，我估计还要讲这个差不多10几分钟才能讲完我打算把这个节目呢可能放在下一期里面跟大家再详细说一说。那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我们下期再见。